这个中国海军舰艇啊，现在还是到了美国的家门口啊，还是要把这个事儿摆出来。那么这个反反复复，一个说明美国对这件事情啊很纠结，就是他的舰艇可以到别人家门口去，但别人的舰艇啊离他的家门口比较近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敏感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最近呢，美国海军呢是出了个洋相，怎么洋相呢？就是他发表了，就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进入了美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。因为这次中国海军舰艇的编队啊是3艘舰艇，包括055这种大型导弹驱逐舰，还有052D 这样的导弹驱逐舰，就是主战舰艇。还有一艘综合补给舰，他就认为呢，这是中国舰艇啊，已经进入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，并且呢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，他已经进行了跟踪监视啊。本来呢，把这个照片啊发出来了，说你看中国的海军，你看现在好像这个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，因为是到美国的家门口来进行训练和演习了。然后可能呢，发表之后又觉得不妥，说这个航行自由。它刚到专属经济区，专属经济区这个范围很远呢，是200海里啊，而这个领海是12海里，所以你想想，可能就觉得这个不行，所以又把这个消息删了。过不了多久呢，又给它拿出来了啊，就是说，好像还是应该说一下啊，这个中国海军舰艇啊，现在还是到了美国的家门口啊，还是要把这个事儿摆出来。那么这个反反复复，一个说明美国对这件事情啊很纠结，就是他的舰艇可以到别人家门口去，但别人的舰艇啊离他的家门口比较近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敏感，因为这个是他过去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，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呢，他这个把消息发出来，再删掉，再发出来呢，我觉得反映了他一种焦虑和这种就是不安的心情。那么我们再讲啊，就是中国的海军舰艇编队，首先这有2艘作战的舰艇，而且是驱逐舰，适合远航的，还有一艘补给舰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出去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这个远海的作战任务。当然，它是一种训练，但是这个地点非常有意思，它是靠近美国的阿留申群岛啊，这个也就是阿留申群岛靠近。再往，因为这是北太平洋地区的啊，不是西太平洋了。是我们往常呢去出岛练的时候训练呢，主要是西太平洋啊，这个去的比较多。而现在是北太平洋，阿留申群岛。阿留申群岛呢，接近美国的阿拉斯加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过去是冷战时期啊，美国要封锁苏联和中国海军的时候呢，是划了个第一岛链的起点，就是从阿留申群岛，然后呢逐步的往南下。经过日本列岛，然后经过我们国家的台湾岛，然后呢，再往南下呢，就到了菲律宾。这样的话呢，陆地上或者是这个海上出现了一个自然的这个岛屿的链条啊。你比如说阿留申群岛是岛吧，然后呢到了日本列岛，但这也是岛国呀，然后到我们国家的台湾岛，然后呢。再到菲律宾啊，那你看这条线路在地理位置上，它是一个地理上的岛屿链条，但是对美国来说呢，它是一个军事上的封锁线，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，它要在这里边部署自己的舰艇、飞机啊，这样的话，一旦苏联的舰艇或者是中国的舰艇呢，就是出这个岛链进入太平洋的时候呢。美国就要跟踪监视，就要进行拦截，好像呢把整个太平洋都包给美国了，好像是他们家的这个太平洋一样，而不是一个公共的海域。那么随着我们国家就是人民海军呢不断强大，因为这个战略也发生了变化，从近海防御到这个近海防御、远海护卫，我们出岛链呢就是越来越多，可以说去这个西太平洋已经是一个常态化了，但是去阿留申群岛这个。北太平洋还真不多啊，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啊。那这次又过去了，我认为呢，就从这个中国海军或者是说人民海军这个舰艇编队呢，它还是要锻炼这个部队啊，就是远海作战和远海训练的能力，因为毕竟北太平洋啊，它的这个环境还有它的气候和西太平洋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。越往北走越冷嘛，特别是随着这个北极航道将来逐步开通的话，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商船、更多的军舰要从那里经过，因为
走这个北极航线呢，可以比走正常的比如通过苏伊士运河传统的这个海上的航线呢，要近4000海里1海里是1.8公里所以可以省很多的时间，大约是2个星期的时间省出来。那么你从船运来讲，那当然就可以经济上就是省的很多。还有呢，军舰上，那你可以节省时间呢，对吧？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。那么特别是在这个9月初的这个经济论坛上就是普京总统说呢，2022年我们俄罗斯一定要开通北极航线要定期的航班。所以我觉得呀，就是这次就是人民海军的舰艇编队到这个北太平洋，特别是阿留申群岛这个地方进行训练呢，传达了我们自己的这种期望，或者是我们这种的意向，就是要更多的进入太平洋，就是突破岛链，这是军事上的意义。因为这里边既有能力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权力的问题我不但有这种权利，就是进出太平洋权利，而且我还有这种能力。还有一个呢，我觉得就是为未来北极航道万一要开通的话呢，我们能够就是无论是军船、商船都可以正常的从这里航行过往。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传达了这样的信息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